独有立法院这个教育文化委员会今天对校园食品安全他们开这个专题报告会议了哈。那食安办就说呢，现在有623个学校，258个幼稚园预防性下架也有人说还好，现在是暑假等等。你要想是只有这几件吗？现在的问题是不是只有这几件抽查呢？还是说长久以来就是呢？只是上下其手呢，没有被知道而已呢？你如果让我来猜，我们用常理来研判，说这么久了只有这几件，你相信吗？你认为只有这几件吗？所以呢，绝对让我看，绝对不止这些学校，也不是说因为现在放暑假啦，大家就比较放心啦，现在没有人吃了，没关系了。之前吃的呢，以后还要不要吃呢？所以我讲说，其他的公司一起都查嘛，通通去查，不是只查中联嘛，通通查，普遍的查。那另外呢，说现在已经流入超过1000所校园，国教署说，供应商如果有重大的食安，永远不能进校园那问题是供应商，我做便当给学校，那上面来的也有问题啊，我供应商怎么知道呢？你们都说检查合格啊，那我怎么知道呢？所以这个问题真的看起来是蛮普遍的而且我认为是长远的了那罗志强是说呢，行政疏失为什么没有人负责，而且都烧进校园里面去了那另外刚刚讲过，卫福部长说要专业读懂专业读懂可以帮这个公司来看住这个毒品的毒食的问题。这个张瑞雄说多几张名片也没帮助，就是说多几个读懂也没意思，民进党的人这样认为那除了这个以外呢，网络又传说毒苹果开放了，说原来苹果的芬普尼残留标准是0.5 ppm， 一下子放宽6倍到3.0 ppm， 怎么放宽6倍呢？那而且呢，这个芬普尼什么之类对肝脏很不好嘛。林静怡就说我们会按照这个食品标准严格检验，也没讲出个名堂来后来他们说呢是搞混了说呢农药名搞混了，最终要关3年。说没有放宽，为什么呢？说呢一个叫芬普宁，一个叫芬普尼，因为呢因为这个芬普宁跟台美贸易没关系所以呢并不是放宽了，芬普尼并没有放宽，只是因为两个名字不同，英文是差很远英文名字差很远，但中文这一个尼一个宁，我们看一下。你部长致歉了没有？道歉了没有？我们对于这件事情，我们当然致歉，因为它影响谢谢部长本身都有检讨诚意，你到底在凹什么？针对食用油事件烧急全台，连执政党立委刘建国都看不下去，罗志强痛批卫福部慢半拍，要负起责任，正愿意启动行政调查。针对你们的行政疏失，我们开始启动行政调查。这个委员你问我不知道，没有嘛？你们并没有负责任的意思啊。如今林静怡强调，检调已经介入调查中联，但食药署最新统计，受影响油品50个品项回收144公吨，回收率还不到4%。上周仅165所学校有用到致癌油，现在食安办公布最新全台校园清查，暴增到623所学校，258所幼儿园。那我问你，有疑虑就先下架。我们卫福部说20%含量的可以继续留存在货架上，你能不能接受？我们所有的校规准全部依据食药署的一个公布，说有疑虑就下架嘛，你就是在打脸我们做预防。而福寿公司6号收到检验超标报告，却未及时通报，台中市政府依法累计共裁罚900万元，要求相关产品全面下架回收。但如今问题油都还没查明，食药署却公布预防性下架重新上架。中央政府对于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怎么会这个时候讨论要重新上架？所以难道是要图利业者，还是要护航业者？难道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在你中央政府眼中就是这么的不值钱？赖清德总统不能再沉默，应该要即刻召开国安会议，召集跨部会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对，所以我们现在同步都要做。那很多的厂商事实上会受到非常多的影响。如果说在符合这个标准之后，那再让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可以上市。被问到是否该先释疑再讨论重新上架，林静怡这回应似乎都没有回答到问题点上。好吧，到底有没有放宽这个他们严正澄清说是第一个呢，说没有放宽，是实际用药原来呢叫做芬普这个宁
哦，在苹果上原来是0.5个 ppm， 现在改成3.0个 ppm。对啊，6倍啊！而且他说不会鸡尾酒效应，不会积少成多，而且我们不是偷偷的，我们已经公开了3个月了哦，所以呢1月预告，4月公告，现在已经7月了哦，所以呢跟台美的 ART 就是贸易谈判没关系哦。那网络上有把它这个芬普宁写成芬普尼了哦，所以大概这里有一点差别，到底怎样？有没有放宽？到底啊？他当然讲说没有放宽，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芬普宁这个也是药，两个都是药啊，两个基本上都是农药嘛，对人体都不好嘛，就对我们来讲的话，一下子六倍了，只是说他的确有放宽6倍，放宽他自己讲的，是他已经公告了，他已经公告了3个月了，他把它放宽，他只是说这个放宽没有关系。他在强调这一点，那网络上讲的是，哎呦，这个有关系哦，这个对健康来讲，我们当然会怕啊。那现在说讲要告你们了，应该这样说，我们科普一下，现在有2种，都是杀虫剂，都是农药。芬普尼它的毒性比较强，它会用在杀白蚁啊、蟑螂这些这个药用的用剂，还有宠物跳蚤，所以呢，它毒性比较高，台湾的管制是比较严的。那现在大家讨论的是叫芬普宁，安宁的宁，它一样是一种杀虫剂，但是它的毒性可能比较低。原本台湾的容许值是0.5个 ppm 哦，然后呢，它现在要把它放宽6倍，变成3.0，而且这个他们说他们已经公告了。明天就会送到立法院来。假设我们没有把它挡掉的话，它就会开放。那我们今天台湾民众党立法院党团就去问了卫福部说，那你为什么突然要开放呢？过去大家都用0.5用的好好的，你突然变3.0的原因是什么？他说，如果你们要认为说是因为 ART 的这个谈判，我们也尊重这样的说法，但是呢，就是因为要接轨国际，国际上头就是用3.0，然后就开始又说了科学的这一套。但如果讲到科学，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食用油，他们真的用科学的办法来做整个处理吗？今天是几号？今天7月13号，这个案子在什么时候第一次爆发？是在6月30，当时中联通报，然后让卫福部知道，地方也知道。6月30之后呢，7月1号中央地方联合到中联去稽查。接下来7月2号，大家还记得吗？那个时候不管是台北、新北、新竹或者是台中，他们都已经开始自主管理，说这些有问题的油全部下架，然后呢公开。可是当时的卫福部说不用哦，他说没有关系，好，第1层的要下架，但第2层的产品、第3层的先不用下架，也不用公开。然后等到7月3号的时候，石崇良带了一个资料跑去找卓荣泰院长说，我们有一个标准，要不要下架的标准，第2层、第3层要不要下架的标准是根据106年的一个会议而来的。然后当时卓荣泰院长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说应再考虑。这个应再考虑一出来之后，隔天发生了一件事，就是7月4号，当时呢这个卫福部召开了一个专家会议，然后呢就端出了一个20%的所谓的科学标准，说如果你呢用了20%的这个癌油毒油的话呢，以上你就要下架，以下不用下架。我们现在就要问了，这20%的标准有科学吗？那当时呢，就是因为7月4号的这样子一个标准，后来地方又炸锅，大家也炸锅了，说你给我吃20%的毒油，你告诉我会没有问题吗？你的科学依据在哪里？然后这个事情呢，连环爆从1300公吨到2600公吨，到现在的3900公吨。到现在竟然还查不出源头，到底是进口的原料有问题，还是制成有问题？到目前为止已经半个月了，说不出来。但是呢，整个下游或者是大家的食用的安全都已经受到影响，而且人心惶惶。所以现在卫福部的荒腔走板已经是现在进行式。那你告诉我们说，你有任何科学的方式去管理吗？事实上是有的。2017年的时候，当时蔡英文政府他就说，目前我们已经有3层的管理，第1层叫做这个地方的。这个企业自主，我自己要检测。第2个是送到外面，比方说像 SGS 这些的检验的这些单位，让他们加强检测。第3层叫做政府的抽验。如果中央政府你已经知道，我们大宗的食用油都是来自于刚刚说到交叉持股的中油，还这个中联，然后呢福寿、福茂、泰山这几家交叉持股是大宗的话，你怎么没有加强检测呢？然后为什么到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破口导致了这样的食安风暴还讲不出来？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台北市这次放假哈，结果呢，礼拜5几乎没什么风雨，所以呢被轰说是台北市自创防台假，所以张景生说呢，中央应该把裁量权收回来以后，中央决定好了，反正谁决定谁被骂了哈。
那另外呢，这个蒋万安是说料敌从宽嘛，万一来了怎么办呢？而且事实上，中央气象局开始讲得很紧张啊，讲得很伟大，哇，台风这个那个很吓人呐啊！张启生台风又路跑，说没有看到灾情，又赞美这个台北市政府哦，说呢要给这2个平日负责管理维护的单位一个赞啊，就是公园管理处啦，哦，市政府啦啊，要给他一个赞。那另外呢，梁文杰发文也酸蒋万安，说呢台风整备假大家整备了1天，辛苦了。因为其实没做什么，一般人根本没什么准备嘛，哦。那另外呢，这个因为礼拜4美股大涨，所以本来如果礼拜5开盘的话，台股也会跟着涨。结果呢，因为台股那天停盘，所以呢，邱议员就说啊，经济损失算谁的？本来有些人搞半天卖就赚钱了，哦，今天股票礼拜1又不见得好了，哦。但是呢，因为没开市嘛，啊。那另外呢，有人去造谣说台北市砍了4000棵树，方便敌人的无人机来攻击。所以蒋万安就很生气，说要依法处置，已经过头了嘛，哦。那另外呢，公园处也驳斥，哦，说什么替无人机开路，开什么路啊？哦，说114年，就去年行道处有自然死亡996棵，腐朽的639棵，病虫害522棵，天灾473棵，其他530棵，所以一共3164。这所谓3、4千，不是为了替无人机开路啊，哦，本来树就有生长，有这个有灭亡嘛，一定都有的哦。那总不可能说一直涨啊，哦，但也不可能一直死啊，反正就是有重有死有重，很正常嘛。那台北公园处就秀了图表，哦，逐一打脸，说这个树到底为什么，那个树为什么哈，我们看一下。台风假导致大学分科测验延后，台北市长蒋万安12号到阳明高中视察，没想到直接被民众贴脸开大。不过蒋万安本人似乎没听见，继续视察，但接下来可不能当作没听见。路树惨遭断头，而且还不止1棵。网友在社群平台上大量拍下砍树画面，质疑为了台风有必要砍成这样吗？甚至有网友质疑，北市1年砍超过4000棵树，是为了方便中共的无人机侦察开后门。北市府不忍了，要提告。我只能说，真的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真的好大的官威！政府居然要告我们台北市的市民，现在是告诉大家，以后大家都不准监督台北市政府了吗？他能够接受全民的监督，而不是跟全民为敌。就是对于目前有特别指出说，台北市政府公园处对于移除树木是因为无人机的征收这样的谣言，一定是依法来处置。驳斥网传谣言，公园处也在社群平台上不断辟谣，例如民生社区也传砍树，而实际观察就只有1棵树被砍，原因是因为生病有倒塌风险。社区其他地方都还是绿油油一片，士林的市商路人行道上的树全被砍光，市府也澄清这是私人用地，不是北市府砍的。北市公园处也秀出数据反驳，相较于因安全考量移除3164棵已死亡或高风险的树的同时，114至115年度新增植树超过13225株，难道要为了有心人士恶意幻想的无人机而坐视生病的树木倒塌，造成死伤意外？强调砍树有凭有据，更是为了市民安全着想。北市府就是要告造谣网友，以正视听。来，这个嘉宇。这一次因为台北市政府放了一个台风整备假，所以呢大家都在问说到底什么是台风整备假？那因为呢这个台大气象团队呢也有拿出证据，就是说他们也有告诉蒋万安市长说是11号台北市才会进入暴风圈哦，所以一开始记者问蒋万安说，为什么这一次要放假？蒋万安说因为这是25年来最大的台风，所以我们要让市民放台风整备假。那所以大家就在问哦，这个台风政治学是不是因为今年要选举了，所以要放假？那这样的放假呢，可能对于政治考量，可能比实际的状况还要来得多。那当然这个是蒋万安自己要去承担的，因为褒贬不一。刚刚讲的经济的损失，或者是股市的损失等等，这些可能也是两者都有正反面的说法。可是大家要问的就是这个整备到底是要整备什么？因为像我们在内湖就有民众他的车子是停在这个堤边
边的这个停车格里面，就被路树倒塌，整个车顶就凹下去了，还是一台这个双 B 的车子哦，光是那个顶部哦，那个凹下来就要收至少10万以上。那台北市政府的说法是说，这个树啊是从113年10月移植过来的，但是因为它的支架的支撑呢还不足，然后它的树根还没有完全长好，所以导致呢这个经不起风灾，然后就倒塌了哦。那这个说法民众当然不能接受，也就是说你的整备是不是连你这边树根如果说还没有长好的，有这些倾倒危险的，你也应该要把它加强的固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民众在问说，为什么最近街道上好多的路树就直接被砍头？那这个议员也拿出资料说，至少有3100多棵的路树哦，被这个砍头，在这个今年这个去年的时间，114年的时间。所以呢，台北市政府砍了3100多棵树，当然他的说法是禾根病啊，或者是等等其他原因。可是呢，他补植的树只有700多棵，也就是说你砍了3000多棵，只多了700多棵。那民众对于树其实现在都非常的在意，因为每棵树的生命都有它好不容易长成一棵树。对民众来讲，更在意的不是你这边广设遮阳伞700多万的遮阳伞，而是你能够多种一些树。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每一棵树的长成其实都不容易，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滥砍树的行为，我觉得对台北市政府来讲，应该要更加小心。我之前在台北市政府当文化局长的时候，还管过树，好，因为那个老树对老树在台北市政府是对放在文化局管哦。其实呢，就说明啊，那个当时的那个树保专家一直在讲，就是这几年的那个禾根病的问题真的非常严重。也就是说，树木的疾病呢，其实是逐年这个问题在变得严重，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因为它这个树木的病呢，有的时候它也是会扩散的所以你有的时候的这个状况你必须处理。那个刚才嘉瑜从一个议员民意代表角度，当然可以很轻飘飘的讲啊，那个树生病了，你砍啊，就赶快弄啊。那市政府不知道吗？问题是市政府要得到树，而且那个树还要成长到可以去做路树，你那个也是要早早的去跟人家定，然后也要去人家养，也没有那么快。尤其是如果真的有相关的这个病害，一次死了不少的时候，其实你要马上快速的补足不容易。那另外刚才嘉瑜举的那个台风天被那个树倒下来压到双 B 车子，那个刚好就证明了所谓整备架的重要性嘛。台风整备是干嘛？就叫你车子不要停在路边的树的地方嘛。那你当然说那我不停在那个路边树的地方，我要停去哪里？那你当然可以付费啊，可以跑去停，这个就是付费停车格。那你付费停车格，那你就不。你不能停路边的付费停车格，你这个所以以后台北市政府要公告市民都不要停在路树边的路边停车格。刚才你讲了那么久，你让我讲一下好不好？这个说法市民不可能可以接受的啦。当然可以嘛，你台风那么大，你说市政府要去绑树，你能够保证每一颗枝桠不会掉下来，你自己要停在你现在讲的还是汽车、机车，你停在那里，你不是更危险吗？你自己做的选择，你当然就要承担。你知道像这种台风天如果非台风天，树压这样倒下来压到车子，政府可以赔。可是台风天政府是不赔的，这个是明明白白定在规定里，因为台风天已经预告了呢，你就是自己要注意这个事。那至于我觉得这次这个网络谣言啊，讲什么树倒了，什么给中共的无人机什么的，这个就跟当年前几个月炒作那个鼠疫也炒了半天，也不晓得后的弄，这个全部都是民进党在带网军呢，还是冲着台北市长选举来的。那我最后要讲一个上一段讲的那个食用油的问题，现在大家还查不出来问题在哪里，可是各位。这个风暴又要扩大了，因为食药署现在要公布再上架的规定啊，结果现在把侯友宜、蒋万安全部都惹毛了。侯友宜是一个刑警出身的，他直接讲，他说食药署都讲说现在油查不出来问题，是因为检体造假，你都还没有通通找清楚，你等于犯罪，你还没有抓住罪犯的源头，然后你匆匆忙忙叫大家重新上架。
地方政府不飒飒，我们怎么配合？这个真是接下来的食安风暴的大问题。台风放假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我现在请问各位哈，如果你是台北市长，永平，你放不放假？我放。你放不放假？我也会放。你放不放？我讲一个，卢秀燕就刚刚这个刚才讲的，说气象局说最严重是什么？是7月10号的晚上到7月11号。好，那卢秀燕是从晚上开始放，也被骂，也被骂，这个都被骂。所以你是蒋万安，你放不放？蒋万，如果是蒋万，当然放啊。来，你不放。你呢？我们依据科学标准，如果有达到该放就放，如果没有达到就不要。中央气象局11号才进入中央气象局的标准就是不应该放。对，所以我们是相信中央气象局。这个当然跟政治有关嘛，都不要吹牛啦。是。哦，蒋万安他当然，我是蒋万安，我也放啊，我是放。为什么我要竞选连任啊？我就告诉，因为我要连任嘛。卢秀燕为什么敢在下午才放？他不要连任了嘛？总统选举2年以后的事情嘛。如果卢秀燕说10月28号要选台北市长，你看他放不放？对，你自己说，这是人性嘛。饶庆林他不放，他任期也满了，所以他不放啊，对不对？饶庆林我已经帮你们果农也讲话了，对不对？还被处分了。那气象报告既然说台东没事，我就是不放嘛。为什么？这就是政治啊。那怎么办呢？因为这个东西是这样，你说100%没风险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如果是10%的风险，我要不要担嘛？正常你会担哦，10%风险我担哦。如果我要选举，我要担这个风险吗？你自己不要吹牛，大家自己想，如果你是候选人，你年底10月8要选举的话，你会不会就考虑再三？哎，我到底要这样，我到底要那样？所以跟政治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今天骂他的人，对不对？什么梁文杰之类，去想想看，如果你要选台北，你不选当然没话说，我就不选了。如果我要选，而且我年底要选连任，就在10月28号，你如果在这个时候，你会怎么考虑？可能又不一样了。休息一下再回来。民进党这个礼拜天要改选中常委，那蔡英文、陈亭妃、陈其迈、苏贞昌4大派系要结盟对抗泛赖系，所以泛赖系一定可以拿下过半中常委席次，但是呢，这个英菲麦苏也希望呢不能够输太多，要有面子之争，那原来呢这个泛赖系呢说现在是6-4，就是中常委他只有占60%，比其他的40%，希望推向7-3，那非赖系呢就希望能够结盟，巩固现有的版图，至少要守住关键席次，不要到时候丢了太多丢脸，那呢，所以呢7月19号，民进党的全代会登场，那不管赖清德怎么喊话，什么团结啊，什么一大堆不管，所以呢，他们4个派系要结盟。那另外呢，议员为增加选票，纷纷把党职给辞了。所以呢，到底现在英菲麦苏结合中常委改选，会不会有改变？那另外呢，这个他们要结盟，要希望固守关键的席次。目前呢，这个席次泛赖系，所以有6席，然后呢，这个10席里面有6席。然后呢，非赖系、英系就含陈其迈，苏系、陈亭妃系有4席，那所以他们希望呢6席再增加1席，变成7席。他们希望呢不能丢了，绝不能4席又变3席，这么1席都之争呢，这个抢得非常厉害哈。这个庄瑞选还是无聊议题啦，你们对党务不通了，才会乱猜了哈，等等了哈。那另外的陈水扁。陈水扁他有吴淑珍生日，网络上咒他要死啊什么哈，陈水扁就很生气，说这叫做网络霸凌，说吴淑珍一口蛋糕都不能吃而且呢现在这个肠子被切掉30公分然后呢因为41年前的车祸嘛，这个下半身这个等于是不能动了体重剩下28.5公斤，你还要诅咒他吗？这张下面看起来的确吴淑珍瘦很多，但陈水扁好得很呢。你看陈水扁这个样子，
哦，头发也很好，这个样子也都很好，精神也很好，看一下。这个叫无聊的议题哈，这个党代表啊没有递补的问题，就只有选上没有选上哈。党代表这次没有递补的问题，这一次是中执委跟中评委。那评委跟执委啊，各个派系啊都会有。一定都会有刻意去讲说，好像是英系刻意去递补，然后有一个倒赖的一个联盟，这个是对于整个民进党的党务完全不同啊。那教育你要去争取什么？我没有啦，没有，因为这个是由我们的这个全国党代表，然后再由这个党代表来投票，然后去选出我们的中执委、中评委，然后中执委再选出中常委，这个就是一个权力结构，一层一层上去。那如果是中常委，就可以跟我们的党主席，也就是赖清德总统，每个礼拜3开会，所以大家常看到世间大哥他就是中常委他就每个礼拜3都会去跟赖清德总统提出建议类似这样，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对于各派系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布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也关系到提名，因为这一次呢，跟2028的这个总统、立委等等也都有关系。那当然，这个权力结构也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相信各派系在这个里面都希望能够有自己的人选。那因为我在民进党里面是没有派系的，但是我也曾经当过一次的中执委，因为我那次呢就是把自己的全代票投给自己，那刚好。就是只有我一个人这么做，所以我自己有1票。那因为前一位中执委他刚好就离开了，就是蔡同荣前委员他就离开了，所以他那一席空出来之后，我就递补上去了，所以就意外的1票当上了中执委这样。讲到蔡同荣，想到他的绰号叫蔡公头。对。他是留美回来的，所以呢，相信美国人讲话守信用那一套。每次跟我讲说丢一碗。波咱来标管来个突袭，标管这公投法然后到了下午我是去的，我说奇怪呢，大家都大眼王波来，大家都没来呢，怎么大家都没有来呢？蔡总统是一个美国人很有趣啊，他其实是一个蛮可爱、蛮有趣、蛮直爽的人，就当时一辈子就为了公投拼命奋斗的，好不容易陈水扁把他搞出公投绑大选了，民进党又不想公投绑大选了，公投。是国民意志的最高表现，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工具玩弄了，真的是这样子了。那位，你讲到蔡同荣，就想到有一次质询，就看他质询的时候，他就用台语质询，就官员听不懂啊。他说：“啊，我讲英文比较快。”他讲英文的质询，他说我讲英文比较快，因为他在美国是当过教授，所以他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哦。他这个就是为了他的什么要公投理念等等。好。这个题目啊，就是说赖清德他的派系能够拿几席中常委，不要忘了民进党他的中常委的席次跟国民党不一样啊。国民党在野党，国民党的选的中常委30几个啊，民进党只有10个哦，只有10个哇，这个没席是很重要。共产党的那个中央政府委也没有几个人啊，你国民党搞那么大在干什么？我们30几个啊，他们要开会的就10席，加上要当主席。直辖市的市长直辖市的市长现在总共2个嘛立院3长加进来，总共18个到22个，这是他们的一个权力结构。所以这10席里面就变成非常的重要像王世坚，你可以想嘛，他在里面1/8啊，讲话声量又很大，哇啦哇啦讲这个讲那个，里面来讲的话，不要忘了，民进党现在是执政党，跟国民党不太一样，国民党呢。就开联谊会，对不对？开联谊会是吧？是在野党哦。其实中常委我也是当过好几届我就觉得国民党的那种样子，那个形态跟民进党是很大不一样的。照理讲，中常会是等于是党的中央最高的决策机构，有没有？你要看国民党有没有这样做？民进党有没有这样子说，重大议案就经过中常会通过，还是说只是过水？你们有意见呢？党主席说好，我们就存查或者严议，大概很多这个样子。所以我记得有一次这个我当中常委的时候，有个叫胡志强，他就讲，这个案子，这个要不要去主席啊？我就不要，我忘了是要主席是谁了这个他就讲说，这个是不是可以我们严议？不行，我要表决，坚持表决这个就表决了。他表决当然就是跟胡志强赢了吗？
没有赢。那干嘛坚持呢？他坚持了，后来发现他还是输所以这个这里面至少表个态吧。对，就表个态啊！大家看党主席那种也在国民党生态是看党主席的脸色是很重要的。杨平。民进党这次会传出这个派系结盟的新闻当然庄瑞雄可以骂说你们都不了解民进党的党务啦这个很无聊啦。可是一直隐含的有这种说法其实说穿了啦，就是非新潮流系统的非赖系的人想集结起来进行对抗嘛。那这个事情有没有迹可循呢？有啊，他的整个这次县市长提名的过程，对不对？就是怎么样赖清德跟新潮流出手，就是那个德意志，对，就是那个我突然那个派系，就林佳龙那个派系啦，他们叫什么名字？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郑国会，他们就其中几个像彰化等等的，他们通通都被排除啊。所以你说在他的这个权力机构的改选很多的人会不会蠢蠢欲动，想说你这个一意孤行你这个导到其他的派系没有发展的空间，这个我觉得人之常情嘛。那当然现在一定要出来否认的原因，民进党的内部一定要出来否认原因，是因为很多都盛传说高雄市呢这次要让赖瑞隆垮。为什么？因为如果民进党只有台南跟高雄，而他又无法把新北市拿到的话，那赖清德主席就会下台。他总统不会动，可是主席得下来。那主席得下来的话，哇，那党内的权力生态就又改变了。那它会影响什么？它会影响到2028年的单一选区的立法委员的提名跟不分区立委的名单嘛。所以这一次要不要全力去竞争，尤其是竞争跟2026选举的结果能不能把现在赖清德跟新潮流跟他的少数嫡系牢牢掌控权力的这个情况打破，这个对民进党来讲当然很有诱因啊。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柯文哲10号接受 TBS 网络节目叫《政治1点名》专访，他表示说，民众党这2年遭到民进党倾全国之力的打压，如今呢，民众党的民调下滑，甚至还把我抓去关，所以呢，民进党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把民众党消灭掉，回到蓝绿对决，所以呢，这个柯文哲就说呢，如果赖清德当时是跟他合作的话，政局就不会乱成这样。赖清德2024年就任时选择跟民众党合作就不一样了，但是呢，赖清德没有要跟你合作，坚壁清野把你们都关起来。那柯文哲怨国民党跟民进党跟民众党没有合作，政局才乱。国民党团说尊重柯文哲的发言，但是呢，赖清德想的没有跟你合作，只想你死我生。把你弄死了，我就活了柯文哲说，如果赖清德跟民主党合作，政局就不乱。林涛就说你柯文哲的中心思想哪里？你到底在想什么呢？那另外呢，这个庄瑞雄反击说呢，柯文哲想改写蓝白合剧本吗？民众党欢迎你啊，你不想蓝白合的对不对？来啊，跟我们绿白合啊！而且呢，国民党要跟民进党合作，我们也欢迎啊！那另外呢，这个柯文哲说这个黄国昌很忙，我们2个人是分工分进合集，而且去不同的地方辅选那另外呢是说呢，这个如果民众党如果没有成长，就会泡沫化如果呢整个就是这个议员的选举没有过14席，可能这个民众党的前途就堪虑那另外呢，竹北到底会不会破局？柯文哲说不会说呢。今天所以蓝白会合作，就是因为赖清德，因为你赖清德每天打我们，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抱团取暖，唇亡齿寒，被你打得只好大家团结他说竹北如果是徐新颖国民党提名新竹县长徐新颖，加上国民党的竹北市长参选人吴锡志，
白银的票可能就会灌到民进的郑朝方身上。所以呢，他的意思说，竹北要提名这个民众党民众党邱成远嘛哈。那另外呢，这个柯文哲说，这次的议员席次如果没有增加，下次不用选了哦。那林俊宪就是说你是怎么样？是去求黄国昌吗？所以偷偷凑黄国昌吗？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柯文哲的专访。小英在卸任之前还请我吃一碗牛肉面，还找我到总统府说这个不管怎么样我要卸任了，你知道过去大家有什么误会什么都可以讲一讲至少小英还表达善意。这个假日上来就把我抓去关了。蓝白合。我看在短期内都不会破局，因为促成蓝白合的是赖清德，只要赖清德每天打我们，你知道吗？打到我们这个叫抱团取暖，唇亡齿寒。我们支持度是在14%以下，15%也8到14嘛，这个范围内，我们都先把这个选票先变成议员再说嘛。那你现在如果议会如果还是全台湾只有14个议员。我看下一次2028不用选了，大概很困难，就 game over。来自然，那个柯 P 的这个专访其实有很多的解读啦，不过我觉得有一句话我想帮他澄清一下，因为刚刚有一张字卡上面是讲到说，今天庄瑞贤也有回应，他说如果呢赖清德2024跟民众党合作的话，不要每一条都背革，政局不会这么乱。那庄瑞雄把它解读为说，是我们在无限制的在背革民进党，错。其实是民进党无限制的在背革在野党，比方说财划法好了，国民党有国民党的版本，民众党有民众党的版本。当时或者过去的数十年来，这个民进党都一直说要修财划法，可是等到真的他们执政了，然后我们变成了在野党，国民党是在野党的时候，我们说要修财划法，他们这个时候背革到底。又比如说要修这个国定假日法好了，他也是从头到尾都给你背革到底，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坚壁清野，导致大家朝野之间没有办法对话。那柯文哲在这个里面的专访强调的一直都是，第一个执政党要有执政的胸襟，你拥有最多的资源，你有最多的预算跟资讯，如果没有一个开放政府的胸襟来跟在野党去做所谓的合作，让这个国家往前进步，然后呢无止境的在诋毁，在做这个大罢免，然后呢大造谣，然后不公布、不附属、不执行等等的，你要在野党如何跟你沟通？这是他讲的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他一再强调现在的民众党跟国民党之间合作的重要性。他后面不是讲到一句要把合作的精神带入华人文化，那一段完全在讲目前的蓝白合作。但是我同时也要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摊开来说，国民党跟民众党本身是两个不同的政党，所以我们各自端出了3个公投案，这就证明了我们还是各自有各自的主体性。大家如果有歧义的地方来辩论，真理越辩越明，但是不是用互相诋毁的方式。例如我觉得很遗憾的，昨天我看到在少康战情室里面，林涛议员他在这个节目上头就大大的诋毁还有污蔑跟抹黑柯文哲的这个说法，说柯文哲自己在专访里面承认2024年之后呢，他就去找赖清德要合作，结果呢，他痛批柯文哲毫无中心思想。这句话柯文哲在这个专访里从来没有讲，他既没有说他去找赖清德合作，他也没有说呢赖清德合作不成，所以他才回到蓝白合。可是我觉得很遗憾的事情是，林涛议员他是国民党的议员，现在蓝白的合作的默契是很浓的，他这样子的说法，甚至对柯文哲的抹黑，其实很必须持平来说，它伤害到很多民众党的朋友的感情哦。我们现在是希望说好好的跟国民党合作，尽管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头有歧义，而这样子的合作的态度，未来能不能够组成一个联合政府，来让台湾朝向一个更好的方向来前进？我认为大家对于柯文哲的话呢，不要做那么多负面的解读，其实他就是一个很喜欢讲直白的话的人。那2个党各自有各自的核心思想，一起来把这个台湾的这个进步的方向往前推进，这应该是一个正向的方向。教育。我不知道是蓝白现在合作的理念到底是什么，2个人的中心思想又是什么？因为看起来柯文哲的话中的意思就是他比较喜欢民进党，可是因为爱不到民进党，所以我只好跟国民党合作啊。如果当初可以跟民进党在一起，我今天就不会跟国民党在一起。是因为你赖清德都不理我，人家蔡英文还会找我去吃牛肉面啊，你赖清德都不理我，所以我们只好去跟国民党。听起来有点是这样的意思啦哈。
我跟每个人解读不一样，但是如果是国民党的这些朋友听起来会觉得不是滋味。啊，你是刚刚问安诺是不是？哦，那当然林佩祥他的说法就是说尊重柯文哲的想法，但是问题是，我觉得国民党会觉得我热脸贴你的冷屁股，好像跟我在一起你比较不开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有设下一个门槛哦，2026民众党要有14席，那这个门槛呢，这个是给谁设的门槛？当然就是现在的主席黄国昌啊，意思就是说，如果民众党没有达到这14席，那你就要负责了，因为民众党就完了，就没戏唱了，就没有下面了，更何况是2028。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他现在跟黄国昌在很多做法上，你可以感受到很大的不同，不管是对于蓝白合，不管是对于竹北市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2026的这一席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布局，我觉得柯文哲的想法显然是比黄国昌更有自己的民众党的主体性。不过基本上这样了，我忍不住插嘴了哈。我们爱情常有三角关系，对不对？权力也有三角关系。权力有本书写得非常好，叫《权力的三角关系》，当时丁廷宇教授翻译的，我仔细看过哈。权力的三角关系通常是老大加老三打老二，这跟爱情是一样的。大老婆拉三老婆打二老婆，因为你二老婆你害到我大老婆，所以我要加上小三就打你老二，权力一样。大的因为他跟三的合作，他付的代价最小嘛。老大如果跟老二合作，他要付的代价最大嘛。所以柯文哲从这个角度看，其实并没有错的，就是说理论上赖清德一选完就应该找民进党合作，他付的代价最小啊，我给你几个部长啊，给你几个什么就够了嘛，对。但是赖清德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我也百思不解啊。我如果是赖清德，我也找柯文哲合作啊，因为他是第三党了嘛，所以他能够要我多少东西。如果国民党跟我合作，国民党要的多了，对，为什么？他想把你们罢免掉嘛？你想到没有？赖清德的想法根本就不要跟你合作。赖清德的想法就是我把你们都罢掉以后，我就独大了嘛。所以他从什么第一天开始，他们在规划的就是罢免你们。所以你仔细看，他其实就这样子，真的这样。来，赖委，这个大家都了解了哈。柯文哲讲话很直白哦，他讲真话，他心里话，我们都尊重哈。但是你注意看到，民进党现在来讲，创一个不附属，把中华民国的宪政变成一个皇帝制啊！选上，我们现在说选皇帝，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蓝白一定要认识一个事实，就是赖清德现在搞下来之后，大家觉得说只有一个位置就叫总统，其他都不重要了。立法院即便多数，你通过不跟你三组通过不理你啊，不理你啊，就不理你就不理你啊，不公布不部署不执行。对，所以我是觉得大家一定要认清这个事实，蓝白只有合作往前。至于说他们提3个公投案，我们提3个公投案，大家说会乱，不会乱呢？他们有个提案跟我提案一模一样，是什么？跟美国、瑞士一样，是什么？把所有的公投案放在一张纸。所以我们以台北市来讲，选市长、市议员、里长 plus 一张是公投票。不管你里面5个案子、6个案子、7个案子，统统可以，都不会乱。梁文伟是其实，在过去2年啊，因为我这个蓝白合作其实是有很好的默契了哈，不管是在推动国会改革法案、财划法乃至于就是有很多在司法改革的议题上面，其实我们两边的合作是好的，也是有共同的默契。我相信也是因为就是在黄国昌担任主席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的理念是相同的。那现在的情况就是说是这赖清德他就是一个想当皇帝的人，他不可能会把权力释放出去的。那么如果说今天柯文哲他从狱中出来之后，然后一些他的想法改变，认为说这个在关在牢里面太辛苦，然后我是不是可以跟赖清德做某一种的妥协、某种合作？我认为说，其实柯主席真的不要这样子想，因为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赖清德还是会继续的打压在野党，然后不分蓝白，不分那个柯文哲主席他在接受谈话的那个过程我看他确实只是